你说的也没有错，在大道沉寂后，想要以一个大道之法引动造化规则，的确很困难。但是尊兄可是服用了菩提造化丹，你觉得会不会打破这个难题？就算刚刚金帝天盟主没说，他们也自然知道，以一个大道目前是很难触及造化门槛，这也就是为什么造化主神如此稀少的原因。而现在唯一可以突破造化门槛的，就是需要修炼3个大道。但是修炼3个大道，基本上就是极其危险之事，一旦操控不佳，就会一不小心的被3个大道所吞噬。这样的一个极端之法，谁都不敢去冒险。而眼前这位神奇联盟的盟主，为了能够登临造化之境，不惜被吞噬的代价，修炼3个大道集于一身，从而在这危险之中成功冲击造化。菩提造化丹难道是他的无上丹方中最高等级的神品丹药？金帝天盟主但是感到微微吃惊，没想到丹神塔塔主竟然成功炼制出了那一枚可以帮助冲击造化之境的神丹。不过他又细细想来，这应该不甜可能。据我所知，想要炼制出那一枚最高等级的神丹，至少需要6道神火的炼制下才可以有机会炼制而出。难道你们丹神塔的那位老家伙拥有的6道神火？而最后一字落下的时候，语气显然带着一丝吃惊。要知道，在一个人的身上同时拥有6道神火，那是多么逆天的存在，这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盟主大人，其实丹神塔塔主并没有身怀6种神火，应该是他的亲传弟子萧炎。此时其父盟主的声音响起，因为拥有多种神火的也只有那位从第3等级世界飞升的萧炎了。萧炎，这名字有些耳熟。金帝天盟主听到萧炎的名字时，他眼眸子微微一眯，下一刻他便是想起了什么，然后沉声道：难道就是之前那位以一人之力闯入9域天神阁，击败各大神君，以及进入天域中还救走了其中2道御魂的那个萧炎？盟主大人，就是他。之前要不是这个萧炎闯入我们神奇联盟，天域也不会被元尊毁坏。其父盟主一口咬定，对于萧炎他也是充满杀意。他在金帝天眼前这么讲，就是准备要让萧炎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萧炎是吧？等本盟主将眼前的这几位蝼蚁收拾了，就将那小子给击杀了，真是会坏我的好事。萧炎也被金帝天盟主给关注了起来，毕竟对方拥有6道神火，说明对方的天赋也相当的恐怖。为了不让他继续成长下去，必须要将其扼杀在摇篮里。好了，就算你们的那位老家伙有菩提造化丹，待我杀了你们之后，丹神塔的将会毁灭在我的手里，包括还在闭关的你们那位塔主大人。金帝天盟主身上的一股恐怖的气息笼罩天地，内塔之主以及10大神斩老都纷纷面色凝重而起，因为接下来这位造化主神要出手了，即便他们如何反抗，都不可能是其对手。一场绝望的危机气息在所有丹神塔之人的心中缓缓浮现。见到自己的盟主大人终于出手，9大副盟主、阁主以及天军神战队的成员纷纷露出看一场碾压好戏的脸色。在他们的心中，这位金帝天盟主大人就是他们心中最强的神。神奇联盟能够成为诸神万界中的巨无霸，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如果这一次剿灭了丹神塔和神元宫2大超神巨擘势力，那么金帝天盟主便可独挡万界，彻底的统治万界。在杀死你们之前，不要怪我没有给你们机会。如果你们愿意顺服神奇联盟，我将饶你们不死；如果执意与神奇联盟作对，那么只有一个字：死。金帝天盟主那洪亮霸气的声音带着神圣的气息传荡在丹神塔上空。闻言，丹神塔的所有神奇强者的身躯微微一愣，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对方还会给他们一次生存的机会。不过这个机会下，必须要顺服神奇联盟，这就是给他做下属了。金帝天盟主的目光扫视全场，现场一片寂静，仿佛他刚刚的这句话应该是有动摇其中的一部分神奇强者的，特别是被号召过来的那些高阶炼药师。但是时间一秒一秒的过去，这片天地上依旧是鸦雀无声，仿佛这寂静的氛围被凝固了一般。机会已经给你们了，既然你们不想要，那么就不要怪本盟主心狠手辣了。金帝天盟主的身影矗立在这片天地间，他的气势瞬间爆发，如同狂澜巨浪，无情地席卷整个丹神塔。他的身姿在狂风中屹立不倒，如同永恒的神像，双眸中闪烁着威严与冷漠。他的话语如雷霆贯穿云际，震动着每个在场神奇强者的心灵。随即他的手掌缓缓抬起，凝聚着夺目的神光，那是汇聚了玄妙道法的神圣能量，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威压。丹神塔的是所有神奇强者们个个脸上面色凝重，他们能清晰地感受到金帝天手中的那道神光力量一旦击出，那足以撕裂天地，毁灭一切。神光一掌，金帝天盟主的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冷笑，那道璀璨的神光伴随着他的一掌轰出，巨大的神光之掌如流星坠地般轰向下方偌大丹神塔之地。下方的内塔之主与10大神斩老脸色骤变，他们知道这一击的威力几乎是无可抵御的。紧急之下，他们催动全身的半道神力，试图在那神光之掌在降临之前凝聚出一道防御的屏障。空气中充满了紧张和危机感，金帝天盟主的目光如同利剑一般穿透虚空，直视着下方那高耸入云的丹神塔。
内塔之主与10大神斩牢也几乎释放出自身全部的道法力量，他们的道法化为一道道玄妙的道光，最后这些道光交汇融合，形成一个巨大的玄妙防御罩，其上还有诸多的玄妙符文，散发出可以抵御一切的气息。随着内塔之主和10大神斩老施展最强之力凝聚出的防御屏障后，立马对着丹神塔的众弟子以及被号召过来的那些高阶炼药师大喊道：你们快走，离开丹神塔，我们会全力抵御，为你们掩护。因为在内塔之主他们的心中，眼前的局面已经对于他们丹神塔来说几乎是败的一方，除非塔主大人出关，但是按照目前的进展来看，在这短时间内出关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为了能够让部分人逃离这里，也是他们为丹神塔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些被号召过来的高阶炼药师听到内塔之主他们的声音，目光动荡，虽然他们也知道眼前的战局不是他们这些天位神强者可以抵抗，但他们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况且他们都是炼药师，如果丹神塔这属于他们的梦想之地被毁灭，他们以后的炼药术还能够从哪里提升，从哪里获得更高等级的神丹？他们纷纷地深吸了一口气，似是做出了他们内心中的决定，然后他们的身影一闪，便是出现在了内塔之主他们的身后，催动自身强大的神力灌注到玄妙的防御屏障上，使得防御之力更加的坚固起来。我们的梦想之地可一直都是丹神塔，如果丹神塔毁了，那么我们的梦想也就不复存在了，倒不如与我们的梦想一同生灭，倒也似乎不多的选择。内塔之主以及10大神斩老看到身后越来越多的神奇强者身影，为他们的防御屏障灌注愈发磅礴的神力，只是释然的淡淡一笑，因为他们说的话已经非常的明白，就算自己再多说什么也无济于事。而且拥有梦想的炼药师每一位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站在虚空中的金地天盟主见到这一幕，倒是为这些不怕死的高阶炼药师感到微惊，但是这也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轰！就在这一刻，神光之掌与玄妙防御屏障彻底的相撞一起，发出震天动地的轰鸣声，两道都是恐怖至极的力量在碰撞，仿佛两个世界在交锋，波动激荡，冲击着在场的每一位神奇强者的心灵。在这股力量的影响下，四周的空间都似乎扭曲变形，云层翻滚，风雷交加，并且整个丹神塔受到恐怖的冲击波影响而不停地颤抖起来，仿佛就要倒塌一般。可是丹神塔可不是简单构建，除了材料的特殊之外，在丹神塔的外围和内围还布满着坚不可摧的强大阵法。刚刚或许是受到了强大的冲击波动，竟是将丹神塔的外围阵法的符文都显现出来，散发着道道闪烁的光芒。而以内塔之主为首所凝聚出来的玄妙防御罩上，此刻也出现了诸多的裂纹，即便他们拥有着诸多神奇强者的联手，但还是无法支撑太久。我们的防御屏障再这样碎裂下去，很快就会彻底的崩盘。看来以半道神的力量已经难以抗衡对方的随手一击。既然如此，生道图。内塔之主的双目中充斥着血丝，他的嘴角也在刚刚的对抗一瞬间显然受到了不少的冲击，而接下来就是生与灭的关键了。此时内塔之主周围的空间如水波荡漾，一幅绚丽的画卷缓缓浮现，生道图宛如自混沌中觉醒的生命，缓缓展开其神秘的画卷，图中道法如同活水般流淌，每一笔一画都蕴含着古老而强大的力量。随着画卷的完全展开，无尽的玄妙道光如繁星般闪烁，仿佛能引动天地间的一切大道能量。画卷上的道法渐渐成型，化为一束耀眼至极的光芒，周围的景象随之变幻，空间被这一股力量撕扯，天旋地转，雷鸣电闪，风暴骤起，天地裂开，然后这道耀眼至极的光芒融入了防御屏障之中。嗡！一道微妙的嗡嗡声响起，瞬间一股大道的气息从防御屏障上弥漫，使得刚刚已经碎裂开的痕迹全部恢复如初，并且表面上被玄妙强大的大道之光而包裹，与那神光之掌进行最终激烈的对拼。在加入了生道图这道绝世神器的力量后，暂时引动了天地间的大道力量，使得两股力量在虚空中更加猛烈的碰撞。这片天地中的气息变得紊乱不堪，空间仿若扭曲成一幅诡异的抽象画，丹神塔也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似乎更加的剧烈颤抖。不过好在有外围和内围的强大阵法，才稳固丹神塔屹立不倒。没想到你们还有这样一道绝世神器，竟然加入了大道的力量。不过在本盟主面前，大道又如何？道灭！就在这时，金地天盟主一声轻语，他的手指对着眼前的空间一点，玄奥的波纹蔓延开来，如同投石激起的涟漪，层层叠叠，渐行渐远。在这玄奥的波纹中，一股难以言喻的力量汇聚膨胀，最终融入刚刚的那一道巨掌之中，立马神光暴涨，掌中蕴藏着造化之法，如同开天辟地般伟力。